Hello， 大家好，我是猫哥。今天超开心的，终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入手了一个我 Dream Bag List 里的 Top 2 Mini Duma， 就是号称 Chanel 背包界的一只神包。那今天呢会分3个 part 跟大家介绍。第一个 part 我会介绍一下Duma 这只包呢为什么在Chanel 的后背包界里面被号称神包。那我会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啦，还有这只包包到底有哪些款式可以选择，以及我是在哪里买的这只包包。第二个 part 呢，其实Chanel 这几年呢不断的在复刻自己以前的老款，那当然走上神坛的这只包一定也被复刻了。2022年呢的一个早春，这只包就被复刻了。我也会跟大家比较一下新款跟旧款之间的差异，以及为什么最终我还是选了旧款的这只包包做入手。第3个 part 当然我们就要实际看一下这个包包的一些细节啦，还有就是它的容量的测评。更重要的是，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Chanel 的一个真假货的鉴定干货，告诉大家怎么样很快的判定你手上的这只包包是真的包包还是假的包包。有兴趣的话就继续往下看吧。Duma 这只包呢，基本上是90年代非常知名的一只包款。其实早期的 Chanel 包包啊都是没有名字的。那这只包包会被叫做 Duma 的包包的原因，是因为呢，因为把它背红的一个俄罗斯的名媛，也是当时非常知名的 KOL， 他在2012年的时装周说就是背了这只包包。从此这只包包呢就红遍大江南北。大概从2012年之后的5年呢，这只包包就是不断的出现在非常知名的一些网红啦、明星啦，或是街拍身上。我印象中吧，同样的这只黑色的包包啊，其实莎拉杰西卡帕克，然后还有米兰德科尔也都同样有这只包，不过他们背的都是比较大的尺寸，就是我们讲的 regular size。那除了这只黑色的包包，我个人觉得很经典好看之外呢，我觉得它出过最美的颜色，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它的金色跟银色，本人觉得超级好看。Duma 包包呢有出现过一些非常特别的金属色，然后也是很多明星非常热爱的，其中呢Rita Ora， 她其实就有一只电光狼的包包，她也是到哪里都背着那只包包。不过老实说，我觉得电光狼那个颜色啦，其实并不是很容易驾驭。那它还蛮特别，是它都用一些跳色的背法，比方说就是桃红色配电光蓝。这真的是我觉得一般是明星或艺人才有办法背出这样子的效果，不然我觉得普通人背起来应该会有点怪。那另外一个呢，拥有超多这只包包的人，就是中国的，我觉得也算是Chanel 的骨灰级的这种粉丝，就是带货女星杨幂。杨幂大概有3个颜色吧，没有4个颜色。光金属色它就有3只，包含了就是珠光的粉色，还有刚刚那只电光蓝以及珠光绿色。不过我觉得杨幂的搭配方式呢就比较和谐一些，比方说呢珠光粉色它就会配粉色的百褶裙，看起来好像就不会这么的突兀。那珠光蓝的部分呢，它搭配的就是一般人都会有的牛仔系列，牛仔包贝雷帽啦，或是牛仔裤。至于珠光绿色这支呢，它搭配就是一个绿色系的一个算是迷你的短裙的部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幸入手金属色包包的话，其实我觉得搭配上就是找同色系的一些配件在身上的话，看起来就会非常的 match。Duma 这只包包会变成神包啊，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这只包包的造型上啊，真的就是非常的可爱，而且它其实出过各式各样的颜色，各式各样的材质。首先颜色的部分呢，其实一般大家最常见就是我手上的这只黑色的或咖啡色的以及白色的。那这3个颜色也算是这个系列的包包里面最便宜的几个颜色。如果今天大家碰到的颜色是我刚刚讲的那种珠光色或金属色的颜色呢，单价都会变得非常的高。那这只包呢还蛮特别的是，它的皮革款呢只出羊皮的，所以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是牛皮的，那就是假货。然后但是呢，虽然说它是皮革只有出羊皮，不过它倒是出了非常多特殊的材质，比方说就是天鹅绒系列啦，还有像是3D以及羊毛的系列，其实它有出过非常多的特殊材质。那如果大家一样碰到特殊材质的又包框好的话，它的价格通常也是我们一般这种羊皮款的大概是2到3倍的一个价格。
其实尺寸也是非常影响这只包的原因。举例来说，它总共出过2个尺寸，第一个就是我手上这个超级迷你的mini size，mini size 的尺寸是17公分乘以18公分，但是其实它的这个数量是非常的不多的，相较于我们一般讲的 regular 或 small size。regular small size 这个 size 呢，大概是23乘以24公分，所以它会比这只包呢大上不少，而且当然了，容量一定比较好装。不过很多人都以为包包是越大的包包越贵，但是其实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在 Chanel 的 Vintage 世界里面，包包越小越贵，原因是因为你可以想象哦，一样的做工，一样的繁复的做工，要放在一个比较小的包包身上，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做的，所以通常小包的产量会比大包还要少。那因为稀少度的关系呢，所以价格就会水涨船高。举例来说，我手上的这只黑色的这只包包呢，如果今天大家买的是 small size， 普遍包框好的单价呢会落在大概65到85万的日币之间。我讲的大概都是成色比较好的一个价格。那如果你刚好你比较喜欢我手上的这个迷你款式呢，假设一样成色好的状况之下呢，基本上它的价格就会翻到110到130万日币之间，而且这个都只是最常见的黑色的这个样式。如果大家看的是金属色，价格就会可能会再翻个好几倍，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小包的世界里面呢，价格其实会比一般的包款贵非常的多。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也要非常的留意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网站，像我之前在美国的 RealReal 网站就看到，它就会写它的品名会写Mini Duma， 但是实际上你去看它的尺寸，你就会发现它真正的量出来的尺寸其实是23乘以24公分，也就是说，它虽然标注了 mini Duma， 但实际上它这只包呢并不是 mini 款式，它是一般的 regular 款式的。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呢？因为很多时候啦，他们一些网站标示的方式可能不是标示的很清楚，或不是太正确，所以大家还是要实际去看它真正量出来的包包的一些尺寸啦、状况来评定。那当然，我觉得 Duma 它会这么的受欢迎，然后变成一个神包，除了它长得非常好看之外，的确当时的手工啦、工艺做真的是非常细致。晚一点就会跟大家一起带大家一起看这个细节。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早期的包包的金属是有放出24K 金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很多喜欢中古包包，特别这只包包的一个原因吧。Duma 包包既然这么红啊，Chanel当然是绝对不会放弃复刻它的机会，毕竟复刻它就可以再创造一笔非常好的收益来源。所以呢，其实在2022年的早春款的时候，它就复刻了这次包包。不过这次的改变呢，其实是有一点大的，包含从皮质到外形来说，其实我个人都觉得，跟新款是有一定的落差的。以皮革来说呢，这次复刻出来的皮革呢，是所谓的油蜡的牛皮，而不是羊皮。那油蜡牛皮的特色就是它会看起来有一点做旧复古感。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皮革的颜色，特别是它这次早春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出了3个颜色的，分别是白色，还有经典的黑色以及红色。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红色，我觉得这个红色真的超级的好看。那在 size 方面呢，其实老款它出了 small 跟 mini 2个 size， 那新款看起来就是出了一个 size， 就是以 mini size 为主。那包身的长相部分，大家如果仔细的比较这款包包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到是老款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像正方形的长相，因为17乘以18公分嘛，很偏向正方形，非常方正的长相。新款的部分呢，它其实包身是做的比较蓬松，而且比较宽的，所以看起来随性感比较重。那另外也给大家比较一下几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老款的菱格纹基本上是遍布全身上下都是一个菱格纹的一个设计，新款没有，新款基本上是在袋子跟包包的前面的部分呢，才是一个有菱格纹的一个设计，它旁边的包包的状况呢，还是一个比较蓬松的设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2个包包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部分呢，是新款的包包呢，现在他们是设计有一个小小的提袋。那这个提袋的好处是让你这只包包呢，也可以手挽手提，非常的方便。那当然，新款的包包的肩带呢，是一个我们讲的银色，或者是有一种银体，就是铁灰色、银色这种金属链为主，而且它做的比较细致，不像早期的老款啊，基本上金属链做的非常非常的粗，而且当时的金属都是含18K 金或者是24
24K 金的成分了，所以它会是这种金灿灿的颜色。我觉得大概在链条上面的差异性也是比较大的。那其实，这个款式出来之后，当然我觉得就是又火爆了一波嘛。这只包包在复刻之后，真的是也卖得非常好，所以最近大家就发现了。复刻之后还有复刻，所以这个新款的包包的这个油蜡牛皮推出之后呢，最近它又推出了羊皮的系列。这次羊皮的系列颜色就推的蛮多的，比方说，当然经典的黑色一定会有，然后还有像是灰色。然后还有绿色，我个人觉得这个绿色也算是蛮好看的。然后就是一个羊皮的材质，不过老实说，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新款的话，我比较推荐大家买的是油蜡牛皮的那个版本。我觉得那个版本看起来会更复古、更好看一些些。因为我觉得如果同样是羊皮啊，我自己是比较推荐 Vintage 的这个款式，因为它做的真的比较细致。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只包包的一些细节。那我也同时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怎么辨别，就是Chanel 的真包跟假包之间有没有一些小的 tips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我这只包呢是在日本非常知名的一个，我觉得算是 Chanel 的 Vintage 店吧，它叫做 Amore。Amore 买东西真的老实说是贵的，不便宜。但我后来选择在那里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Mini Duma 这个 size 啊，这一年我发现变得非常非常的难找，大部分大家会看到的啊都是它的 regular size， 但偏偏我又特别想买 mini 款的。我其实看到的店真的非常少，而且其实老头大的开价都非常的夸张。然后另外一个是 Amore 它的品相相对来说是保存状况真的很不错，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然后此外呢，这只包还不错的是说它有完整的雷标跟保卡。我自己在买 Vintage 包包的时候，我其实很怕买到假货，所以我基本上一定会去选有完整雷标的保卡。我觉得这个运气啦，因为其实中古包它放了这么久啊，通常都会有配件遗失啦或的这种问题，然后甚至有很多的雷标它是受损，然后甚至被移除的。但我自己是蛮坚持的是，我一定会买有雷标的包包，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雷标是鉴定这个包包。是不是真伪的一个，我觉得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其实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3个很快的去辨别你手上的包包真假的几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当然就是看说，如果你买到这个包包呢是有雷标跟保卡的话，怎么看呢？先跟大家分享几个。这只包包啊 ，Duma 的这只包包，它生产的年份啊，其实是在90年代。大家会看到的呢，多数都是在1991年到1996或97年之间的包款为主。那对应Chanel 他们家的雷标序号的话，通常会是2号或3号。雷标序号放在这边给大家做参考，大家可以对应一下你买的包款是不是是哪一个年代的包包，那它跟你的雷标跟保卡的号码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的这只包，我这只包它基本上就是1991年到1994年的。那这个保卡上面就是2开头，然后7码的一个部分。然后另外大家有发现吗？如果你今天买新款的 Chanel 包包啊，这边会有一个灰色的这个防伪，旁边就是个双 C， 正看不清楚，但如果是斜看嘛，就会看到那个 C 的这个防伪标签在这边。这个小灰印啊，基本上是在2002年之后的包包才有的，所以老包包呢是没有这个可防印的。那为什么我说我会去看雷标跟保卡的号码？第一个，这2个号码一定要是一样的，但这条线索呢没有任何鉴定的价值，有价值的是这个年份是不是这个包包的年份。通常我看完这个雷标的号码之后，我会去确认这个包包是什么时间生产的。如果你发现，比方说我买了 Duma 的这只包包，结果这只包包它的保卡号码呢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区间，而是一个比较远的时间，那可能这个包包仿的几率就非常的高。那第二个呢是，其实Chanel 他们家的雷标是有一些玄机的，它在每一个时期的雷标啊的用的材质、防伪的标签都长得不太一样。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只有专业人士才有办法辨别，一般人很难直接一看就会记得，因为它那个其实很复杂。那所以也因此呢，我就是介绍几个大家可能会记得的方式。第二个会跟大家介绍的方式是看它的金属。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只包包的金属。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要辨认的是，大家可以去把你的包包翻出来，它们的双 C 是有特定的位置。这个 C 的交叠方式呢，永远以这边来说，这个一定是在右边的这个 C 的这个头呢，一定是被压在下面的，它是左边的在上面。但如果是下半部，就会刚好是完全的相反。所以这个双 C 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他们家固定的一个位置。然后
比较特别的是，如果大家买的包包是比较久以前的包包，可能是2008年之前的包包，他们当时用的金属啊，都是这种金灿灿的元素。大家再看一下细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刻印，这边以Duma 这支呢，它有2个刻印，一个在这里，一个是在下面的这边。这个刻印的意思是，如果你这个包包当时的金属是用了18K 金或24K 金，你才会有这个刻印。那当然，这个成分现在已经不使用了，所以如果大家买的是新款近10年的近代款的包包，绝对不会有这个刻印。如果你有这个刻印，那也是假的。然后还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当你们买 Vintage 包包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边呢，因为这只包包是法国制的，所以它会出现的是Chanel 跟 Paris， 它会分别在2边。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这个，大家有看到这个有点像螺丝的这个部分吗？Chanel 很早以前他们的包包的螺丝就是用1字形的螺丝。只有仿的才会用10字形的螺丝，所以这个金属也是辨别它的另外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辨识方式是它的 logo。大家应该有看到这里面这个字吗 ？Chanel 的这个英文啊，它其实是有一些玄机的。它辨别的最容易辨别的地方是它的 A 跟 E 这2个字母。A 的字母的头不会是尖的，它一定是平的。然后 E 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长短，最长的是最下面的那个底部的那个部分。那第2长的呢是最上面的。那中间这横呢，基本上是会是最短的。所以这大概是几个我觉得很容易就会快速的帮大家辨别说，你这个包包是真品还是仿品的。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也算是他们家在工艺上一个很容易被辨别的地方的是，如果大家买的是我手上的这只包包，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有口袋的嘛，它们很特别是它的口袋的缝线跟包身的缝线一定是连贯的，它不会出现说它的这个缝线是不一致。你看从这边就会直接切到这里，它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所以一旦你发现你的缝线是不一致的呢，假货的几率也是很高的。所以这大概就是几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快速的去辨识说，你这个包包它是真假货的几率的这个状态。那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我觉得也是属于一般行家才会去辨识的，一般人可能比较难辨识的是，他们家非常有趣，他们家的这个双 C logo 的长相啊，每个年度长得是不一样的。那我之前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国外有一个网站呢，有去整理每个年代的双 C 应该要有的长相，我放在旁边给大家做参考。也就是说，通常你买到你对应的年代的那一年的年份，它的 C 长这个几率就会很高。那当然这个不是100%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后来也是有不同的制造地嘛，比方说你有意大利的制造地，然后你有法国的制造地，其实不同的工坊它出来的东西有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同。但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涵盖了可能8成到9成。可以帮助大家去辨识的一个部分。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没有雷标就是假货？这个其实不是，原因是因为 Chanel 有雷标啊，是1986年之后才有雷标，所以如果你买的包包真的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包包，你的确是有可能没有雷标的。不过如果你知道你这个包包就是1986年之后才生产的包型，那基本上它就是应该要有雷标，除非它把它移除掉。好，这大概就是几个很快速的分享，让大家看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下，就是包包的容量测评。这只包包啊，非常的小，就是17×18公分，有没有真的很可爱？大家应该觉得没有办法装什么嘛？好，我们来实际来装装看。好，准备了一些杂物，我们来装一下吧。手机放进去是没问题的，然后充电器、卫生纸、护唇膏、口红、香水、钥匙、卡夹、零钱夹。其实还蛮厉害的，大家可能觉得它迷你包嘛，其实它可以再放我觉得你要放什么粉饼什么应该也是可以。好，关起来，关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很容易就关起来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只包包实背起来的样子。我特别喜欢这只包一个原因，其实它的链条啊真的是极美，现在已经不做这种很粗的链条，但缺点这个包包是重的。我其实刚好测过，我刚拿到这只包，我去测它的重量，它整个重量都在链条身上。它这个链条加上去之后，这个包包大概有1.1公斤吧。
然后但是它包身是没有重量的哦，给大家看背起来的样子。我觉得它很好看，然后它是可以双肩背。其实双肩背是最舒服的背法，原因是因为它的链条啊，它做的这么的粗，给大家看一下，它做的这么的粗，这么粗的好处是，虽然它很重，但是它的重量可以很分散在你的肩膀。如果这个链条是细链条，我觉得会变得很痛，因为它这个很粗嘛，所以它挂在你的肉上的时候，它不会真的去压它，我觉得是还好。所以如果你是双肩背的话，其实这个背起来虽然它很重，背起来是舒服的。不过呢，如果你就是想要耍帅，是单肩背，我必须要说，单肩背真的蛮重的。单肩背的话，我就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像我刚刚装了这么多东西，就装少一点的东西，就是否造型，造型是很好看啦。然后单肩背的时候，最好只要背其中一条就好了，因为这样会比较好看，它的那个受力会比较好。但我觉得这只包真的就是极美极美。我不知道大家有买这只包吗？还是有很多人也曾经想要买过这只包？如果你们有买的话，欢迎你们跟我分享。我真的好喜欢这只包哦！好哦，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订阅，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哦。